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北美新闻，我是小兰。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中期选举呢进入了倒计时，目前民主党选情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不仅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高通货膨胀与拜登政府的政策有关，而且就连民主党内部呢也对拜登的执政不满。外界分析，共和党有望重夺参众两院。与此同时，共和党人许下了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恐怕会让中共如坐针毡。目前选情呢正在向共和党倾斜，如果民主党失去众院，拜登政府将会丧失许多推动政策的机会。就算民主党仍然是控制着参议院多数，那么除了政府预算之外的那些立法活动可能都会停摆。而如果民主党要是参众两院全失去，那么白宫将会变天，就连拜登本人也可能会面临弹劾危机。莱斯大学研究总统历史的学者布林克利指出，到时候拜登将会变成一个缩水版的总统。目前，如果共和党赢得众院多数，国会少数党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他可能会出任众院议长。他在近期公布了共和党推出的对美国承诺的新计划。麦卡锡表示，这个计划会与拜登政府的议程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比如会先终结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的方案，让美国能源独立，降低油价，停止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的支出。除此之外呢，由于川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弹劾2次的总统，有些共和党人已经透露可能会弹劾包括拜登在内的拜登政府官员。麦卡锡已经表示将会举行有关司法部处理川普海湖庄园搜查事件的调查听证会。另外呢，共和党还许下了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恐怕会让北京如芒在背。什么承诺呢？彭博社10月31号报道说，如果共和党中期获胜，众院共和党人将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捍卫美国国家安全，来调查疫情是如何从中国传播的，还有重点关注北京构成军事还有经济上的威胁。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博尔近日在发布的报告中说，导致疫情蔓延全球的溯源很可能是从中共实验室流出的。而其他共和党人像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誓言要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一定要查个清楚。麦卡锡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重要的是美国希望找到病毒起源，要将它永远不会再来一次。另外，特别委员会呢还会聚焦调查关于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和加强供应链，结束对中共的依赖。民主党人也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立场。美国贸易全国委员会说，拜登就任期间，立法者提出了400多项针对中共的法案或者是决议。近期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更是打击了中共的死穴。但报道说，虽然两党就中共问题呢都表现出强硬立场，但是共和党人表现似乎在过去一直呢都比民主党人更加的强硬。有一些民主党人他们担心对中共的态度，所以一直试图用更温和的语言来为政策辩护，说中共不是敌人，而是竞争对手。但共和党人却非常积极地推动遏制中共的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任期内，共和党人提出针对中共的法案数量是民主党人的2倍多。现在不少在国会中对华强硬的议员似乎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下届继续向中共施压。根据538民调网站的数据，截止到上周，对华强硬派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有 93% 的机会赢得连任。仅在这届国会任期内，卢比奥呢就发起了至少28项与中共有关的立法。除此之外，其他对华强硬派的参议员候选人，像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范霍伦，还有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托德扬，他们同样有可能会胜出。由于黑海舰队的旗舰船再次被乌克兰袭击损毁，普京呢非常生气，展开了新一轮的报复行动。昨天呢对基辅等等城市发射了55枚导弹，其中呢有45枚都被乌克兰拦截了。不仅如此，昨天网上的一段视频惊到了网友，俄罗斯的导弹竟然会转弯打回自己的阵地。外界认为俄罗斯的战斗力已经是低于 10% 了。美国今天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8套纳森斯防空系统和弹药，其中的2套将会很快部署在乌克兰，而美国呢已经提供了1400个毒刺短程防空系统。关键时刻节目中的专家分析，俄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船不但被打掉，
发射了55枚导弹，就有45枚被拦截，等于俄罗斯想扳回颜面，却反被乌克兰洗脸。节目中还分析，在炸掉克里米亚大桥以后，再打掉黑海舰队，让俄军呢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接下来可能进行的就是赫尔松的攻防战，目的呢是把克里米亚整个拿下来。目前战事呢对普京来说无路可退。俄军的导弹不但被乌军成功的拦截，更离奇的是，俄军导弹在发射不久后还会突然转弯往回飞。自由时报今天引述东欧网媒 Nexta 在推特上发出的影片，影片显示有枚俄罗斯导弹呢正飞往乌克兰方向，但突然来了一个回马枪，飞回俄罗斯发射地点的方向。Nexta 引用尼古拉耶夫州长的话说，这枚俄军导弹有批判性的逻辑思维，导弹权衡了所有论点，并决定不犯下战争罪，最终回到他的俄军母港。这枚导弹飞回俄军阵地是否爆炸，以及是否造成伤亡，没有后续的消息。网友们看到这个贴文以后，纷纷留言说，连导弹都不想为普京服务，真希望所有的俄罗斯导弹都能向这枚导弹学习。还有的网友说，这枚导弹应该不会是内建回家系统了吧？还有的网友说，这枚导弹反战，不想犯战争罪。还不只是子弹反战，俄罗斯富人呢也要放弃国籍去反战。据英国媒体 BBC 的报道，俄罗斯亿万富翁、银行企业家丁科夫在31号在社群平台上宣布，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自己已经放弃了俄罗斯公民的身份。他不想与这个法西斯国家有任何的关联。他还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商人跟进，削弱普京的政权。据报道，目前俄罗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反战。国际战争研究所的研究员分析，美国以及盟友对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呢是越来越高级，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导弹也越来越多。相反，俄军的弹药呢则是越来越少，所以俄罗斯的攻击力将会大幅下滑。距离中期选举投票呢只有1周的时间了，拜登为民主党造势，却避开了多个关键激战州，担心自己的低支持率还有选民对经济失望成为民主党的包袱。反之呢，共和党则深入拜登腹地，要翻红蓝州，而宾州大媒体现在也公开反转支持共和党。华尔街日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1半的受访美国人否定拜登的施政表现，一些党内候选人也在刻意与拜登保持距离，所以拜登只好把主要的造势限制在官方行程以及在白宫或者是募款场合演说。库克政治报告依照两党目前支持率列出了14个激战州，但是拜登从9月1号以来只去了6个激战州，举办了17场募款造势，并在白宫或者是华府特区发表演讲，主打包括保障堕胎权、学生债务等等民主党列为要务的议题。而在2018年的同期，当时的川普总统则是跑了25个州，举行了18场募款造势。反之，共和党人目前正在向一些深蓝色的选区投入竞选资金，来赢得更多的众议院席位。据 Axios 的报道，全国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正在向拜登在2020年领先20个百分点的3个选区进行数十万的广告费投资。上周，共和党国会领导基金呢宣布在全国10几个选区投入了1100万的新广告。共和党通过这些新的广告追踪16个选区，发现其中7个深蓝区有很大的变化，两党正在转成势均力敌的竞争。原因呢是现在经济和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了深蓝州选民投票时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虽然在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到了经济还有犯罪问题上，但这种转变可能为时已晚。现在甚至像摇摆州宾州最大的报纸之一匹兹堡邮报也突然转向撤销了对民主党副州长费特曼的背书，转而呢支持他的强劲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奥兹医生。匹兹堡邮报在31号发表声明告诉读者，我们相信奥兹呢是宾州最好的选择，并说明匹兹堡邮报转向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党候选人费特曼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透明和缺乏生活和工作经验。匹兹堡邮报还转向支持共和党人的奥兹，说他有潜力成为一名有影响力、有思想和独立的参议员。中期选举进入了倒计时，在争夺众议院上，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呢都把大笔的资金投入了几个关键的深蓝色选区。
在最后一周，前总统奥巴马呢都出动拉票。CNN 质疑为时呢已经晚了。Axios 报道说，两党呢都增加了在加州第26区、纽约第25区还有宾州第12区的竞选支出。这些选区在2020年大选当中呢都倾向于拜登。同时，奥巴马呢在最后一周奔赴战场州拉票。CNN 的主持人詹宁斯对此评论说，我认为奥巴马出场的事实暴露了拜登不能在场，所以呢他是民主党唯一能够放出来的人。民主党人把一切都压在了堕胎上，一切都赌上了，不过为时已晚，奥巴马不会起作用的。为了挽回颓势，目前呢民主党试图借助医保还有社保福利掀起攻势，利用共和党会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和医疗保险的宣传策略来攻击共和党。白宫说，如果共和党掌控众议院，那么将会削减数百万美国人所依赖的救济项目，来减少开支。但是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格里菲斯说，正是由于拜登政府不计后果的开支，对美国能源生产以及压迫性的联邦法规，才会导致美国经济持续受到影响。10月份的一项分析发现，自从拜登上任以来，一个典型的美国工作家庭的收入损失了6000多美元，储蓄率接近历史的最低点，而消费者的债务正在猛增。而另外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有 71% 的选民认为经济相当糟糕或者是非常的糟糕。上周纽约时报就急声呼吁民主党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要改弦更张，以免在选举中遭到选民的痛击。除了通货膨胀，犯罪率呢也是选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黑人选民。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黑人对犯罪的关注度明显的高于其他族裔，有 81% 的黑人认为在投票的时候，暴力犯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据今日美国在10月份的民调发现，有 21% 的黑人他们支持共和党，与2020年 12% 的黑人支持川普相比，增加了近1倍，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观众朋友，中期选举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您觉得共和党和民主党谁对中共会更加的强硬？现在共和党人给出了承诺，您觉得疫情的起源会不会大白于天下呢？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 TV 北美新闻，我是小兰。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